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9月4号啊，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个星期感觉又快过去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给在欧洲啊另外一个国家旅游的一个法国的网友啊，他也是我上海的老乡吧。他呢很多年就来到欧洲了啊，那么已经加入了法国国籍，在欧洲也应该生活了几十年了吧。那么他呢也录了一个视频，就说这个他对于我要去塞浦路斯的一些看法啊。首先呢，我先祝他，还有如果有家人一起去旅游的话，祝他们旅途愉快啊，享受假期啊。另外呢，其实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对吧？因为像这个朋友吧，他已经来了几十年了，那么该享受到的红利，在好的时期也都享受到了啊。那么工作也很稳定，对吧？就应该我感觉也用不了很久，应该就能够退休了吧，是吧？就能够拿到那个养老金什么的。像我们就不行啊，所以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啊。因为人其实这个命运也是很奇怪的。就像他可能会觉得我天天在海边晒太阳，看上去好像也不用做什么事啊。其实不是的，就是你坐在这里，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对吧？你每天要生存你要花钱，你要想办法怎么赚钱啊。就比如说我做一些投资，做一些理财，那么你每天世界上重要的国家的一些新闻你要看，一些重大的经济事件你要看啊，然后呢，像这个一些数据就发布的时候你要看，你要去分析然后呢，再落实到就是你自己关注的那样的一些焦点，对吧？比如说你喜欢做计算机板块的，你喜欢做医疗板块的然后你还要去看，你需要去分析。就像这两天黄金一下子又上去了，其实这个对于大的趋势来讲，这就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就说明经济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啊。然后呢，稍微花1-2分钟讲一讲吧就这两天我看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我看到那个王局发了一个视频主要讲德国这两天德国的那个总理吧，说德国已经不能再维持目前的福利了然后呢，这个讲话呢，在欧洲吧就被视作为什么呢？视作为一个重大的欧洲记录历史的一个向未来的一个转变。因为欧洲呢，基本上是一个就是高福利的一个这样社会的体系然后德国呢，又作为就是欧盟里面经济最好的国家，那如果连德国都就是承认这个问题，那肯定接下来会发生很多大的转变就现有的这么多国家的他们的福利体系还能不能就是运转下去这个都是一个疑问。而且我还看到，就是像奥地利奥地利一直被评为全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国家。他们呢也是在这两天，他说，就奥地利本来有一个1欧元，你就可以坐他那边的什么就交通工具、公交车之类的然后这个福利也要被取消了就不再用了因为可能也是这种财政补贴吧，反正就是对吧？现在大环境不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西班牙的话8月份最新的一个数据，失业率就显著上升，很多人都
不缴那个社保了啊，就缴社保的人数大幅度的一下子减少，就是在这个8月份啊。那么其实呢，这个跟我之前说的一些分析啊，我之前也说过一些分析，就有一些媒体啊，当时认为呢，就是比如说西班牙经济啊一下子好起来了啊，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对吧？反正就讲不太清楚啊，说什么旅游业啊或者什么业。那我当时就从经济的啊这种正常的情况，我当时就说了啊，我以前做过这些内容的，我就说什么呢？就整个情况变得，就是如果是整个世界的一个经济环境，在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下面，就你很难有单独的国家会经济变得很好，对吧？那西班牙的这1、2年啊，突然上升的物价或者说上升的房价，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俄乌战争啊。那么俄乌战争对就是地缘政治对吧这一块会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有很多比如说乌克兰啊，或者说俄罗斯的富人啊，对吧？他们就会要寻求一个居住的地方。很可能那些人可能他原来也买了房子或什么，他没来住，对吧？那么他现在来住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他有可能他要新买一些房子什么，对吧？那么相对来说，西班牙这个地方物价房价是比较，就是当时就2、3年以前吧，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会作为就是首选的考虑。第二点呢，就是还是就是对于欧盟内部因为同样的，就其实俄乌战争这个事情就会引起欧洲的经济本身就已经在一个下降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再去输血再去给就乌克兰输血，对吧？因为这个你不能不支持当然，直到川普上台之前就是美国也是全力支持的，对吧？那么这个呢也会导致，就是你比如说像我认识的一些德国人还有我认识的一些那个北欧的一些朋友吧，他们也是说的就是也是这2年住到这边来除了什么圣诞节什么他们会回去，基本上他们都会住在这里，那么生活但是在今年，这些人都在向我们告别因为他们呢也把这里的房子给卖掉了。就我觉得现在出手有的人出手的，我觉得也算是不错的他们也要搬去一些别的国家因为他们也可能觉得就是这个房价呢现在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么这些人买的时候也不是很贵，对吧？那么他也不贪心所以就出手。那么现在呢，就是俄乌战争如果现在迅速的了结了就走向和平了，那么就对于欧盟的经济来讲就会有一个缓解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些旅游消费就会更活跃一点。但现在问题就是俄乌这个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对吧？就是感觉好像都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因为原来我也认为就是几个月因为川普上台以前说他什么1个礼拜就搞定，对吧？当时我觉得1个礼拜是搞不定的但我认为几个月是没问题的应该6个月吧，对吧？我认为是可以的。但现在呢，我觉得大家也不知道所以就是我觉得普遍的人会有这种不知道的心态。那么随着不知道的心态，那么经济又陷入一个更糟糕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的消费就会谨慎是否要出去玩、出去旅游，或者说在一个就是如果房价已经在上涨了，对吧？还值不值得去买、去接盘这个就会变成一个
投资上的一个疑问了，对吧？那如果作为我个人的观点，那我会觉得啊，这个是过高，对吧？或者说，我觉得我现在消费要谨慎啊，这是我的观点。就像往年我们都会去度假，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但今年我们就没有啊。今年我们也是啊，尤其是我现在就看了更多的数据啊，其实我今年就以我们目前情况来讲的话，我们的其实今年还可以的啊，因为今年那个川普的那个对于股市啊，他的所做的一些挽救的政策吧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啊，但是我们还是会很谨慎啊，因为我觉得啊，巴菲特说的很对啊，就当市场不好的时候，那么要减少一点支出，对吧？啊，所以呢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啊，就是一个无奈之下的选择，对吧？我们并不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啊，有收入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跟在法国的这位朋友就不能比了，对吧？他反正到了时间就去玩啊，然后可以拿养老金、退休金，对吧？那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目前情况来讲，是否还值得去投入15年的养老金啊，再获得未来的这些，对吧？当然了，就是如果我们继续要留在欧洲，那不管去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要支付这个养老金的，对吧？所以呢，只能从税收上看看啊，有些地方就减少一些成本，对吧？这个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下啊，是一种就是生存之下的一种选择啊。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就问我啊，他说我在西班牙，那我现在还适合不适合去办那个扎根居留什么的啊？那办理扎根居留肯定是弱势群体，对吧？那我们的频道啊，一向是支持弱势群体的啊，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对吧？因为出国来啊，不管是谁，我觉得都是不容易的啊，尤其是在国外，在中国的时候啊，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有一句古话叫什么？叫多一个人就多一双筷子啊，就感觉好像哎，多一个人就是多一双筷子嘛，多一个碗吃饭嘛，对吗？那在欧洲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就是你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消费啊，这个一个人他就会水费、电费，对吧？还有各种各样的费用就会多很多啊，所以对于每一个出国的人来讲都是不容易的啊。那所以我就帮你做一个分析。那如果说要看你自己的选择啊，就如果你面临了要就是办理这个扎根居留的话，那么重点就是什么？就是扎根居留你是要付出成本的，对吧？就是你要付出一笔这个购买劳务合同的这个费用，对吧？这个现在我相信就你很难找到免费的啊。那么这个费用首先是一个昂贵的费用，因为很多人要去买这个东西。那然后呢，就是你还要为这个合同啊，如果你成功的就是被批准了，你要每个月付社保，这全是你自己付的啊。那么因为本来如果你是正式的一个工作，那么老板会付一部分，对吧？那现在就等于完全是老板那部分也是你自己付，那意味着就是你差不多从这么一整套下来啊，就你最少要有2万欧元的付出啊，然后呢，你还要就是在就是在这份合同结束之前，其实你也不太能找到新的工作，对吧？因为你这个合同关系在这里，这个合同关系结束了，那么你可以跑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啊，那就你有新的雇主帮你缴社保什么，是吧？那么我觉得就重点就在于，就是说你想不想在这里
就一直发展下去啊。如果你一直要发展下去的，那么你就付出这个成本，我觉得是值得的啊。那么你就是再怎么样吧，反正我觉得你如果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啊，你愿意去工作，饿死是不可能饿死的，对吧？啊，而且就是如果你能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对吧？嗯，所以呢，这个要看你是否愿意就永远待下去。如果说就是你自己也不是很确定啊，然后你也不确定你未来，那我觉得你就要考虑啊。还有就是要看你的年龄，就你的家庭的情况。如果你就是年纪很轻，对吧？你只有比如说20岁、25岁，那我觉得这个钱就当投资嘛，是吧？你就非常值得去花这笔钱啊。然后反正你身体好，年纪轻，对吧？你1、2年你就回本了啊。那你后面你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对吧？你也可以选择去继续深造啊，找更好的工作，这个都是未来能看得见的啊。那如果你像我一样，就是你已经40多了，甚至有的人年纪更大，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就要看了啊，因为我也知道这里有一些人，呃，就是一些老的移民吧，啊，就有的老的移民呢，他打工是成功了，他是成为老板了，对吧？那么有的老的移民他打工也没有成功啊。其实大部分人打工是不成功的，少数人才能成为老板，对吧？这个在哪里都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当然了，有些人他是有自己原因的，比如说他去赌博了或怎么了，是吧？或者说他没有做生意的头脑，这个都有可能。那么他就要现金，是吧？他就一直啊在一个地方工作，比如说他厨房里面，还在厨房里面工作，然后存钱存钱存了很多钱，然后他就最后就回去了，因为对他来讲呢，他也不想在这里养老，这里也可能没有他的家人啊或什么的，那他回去了嘛，他买个房子还是盖个什么房子吧，反正家里过得也不错，对吧？啊，这种人也有啊，这种人也有，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你具体的一种情况啊，但是我觉得你千万啊不要觉得就是说你现在花了这笔钱，然后好像你就后面就是完全是不需要再付出很多努力啊，这个后面要付出很多加倍的努力啊，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啊，很现实的。嗯，当然对于我来讲啊，其实我自己也会有时候看到一些留言跟我们说啊，什么嗯要办个什么永居啊，要什么国籍啊这种东西的啊。其实我真的不是很看重这个啊，因为真的不是很看重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人的惯性思维有关系啊。嗯，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这个年龄，如果按照啊，就是什么10年入籍啊什么的，最后还要等2、3年才批复，对吧？你搞完这一套，你都十几年了啊，都已经60多岁了，对吧？50、60岁了啊，就要这个东西还有什么用呢？啊，年纪轻，对吧？你20岁、30岁，你有这个啊，你有钱，那么我觉得你啊过潇洒的生活，对吧？还有点意义啊。如果都是已经人到啊，甚至有的我看他们60多岁了啊，还在追求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有什么意义？其实你生活就是对生活来讲，你就是一个生活啊，赚钱才是最重要的啊。就你会发现，越是就是低收入的人群，他考虑的问题越是那些不怎么实际的问题，反而越是高收入的人群，就是我发现那些富豪啊或者什么啊，他们这种著作，包括像巴菲特这样的啊，他们考虑都是很现实的，更是看重的啊。就像我们老觉得好像很多富豪他是呃很浪费啊和什么，他们只在
就是重要的事情上面啊，有价值的事情上面会去花钱，平时都是非常节约的啊。这个其实跟我觉得很多人想法是不一样的。好吧，那今天啊就先聊到这里吧啊，有机会我们下次再继续分享，谢谢。